佛罗里达61岁女子惨遭3米巨鳄拖入水中，活活咬死，丈夫赤手搏斗救妻未果，代价惨烈。据《纽约邮报》报道，61岁的辛西亚和65岁的戴夫迪卡马原本来自寒冷的爱荷华州，退休后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。他们的2个女儿早已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也为他们添了2个调皮可爱的孙辈。每到周末，小家伙们都会来探望。当然，那2个精力无穷的宝贝虽然令人喜爱，却足以让戴夫和辛西亚在几天内都元气透支。他们的退休生活最初是从徒步、桥牌俱乐部和海滩散步开始的，后来慢慢发展出一个新的共同爱好——划独木舟。这是一种舒适又轻松的锻炼方式，不是为了拿奖牌或追求速度，只是为了适度的消耗体力，让血液流动，也不至于打断他们的聊天。这对仍然保持活力的退休夫妻来说，这简直完美。在过去6个月里，他们每周3次都会带着2人用的独木舟，挑一个傍晚出发，在某条河流、溪流或湖面划上1个小时，最多2个小时。他们大多会选择水域较浅的地方，一是为了享受宁静，二是潜水里短吻鳄更容易被发现。万一哪天不小心翻了船掉进浑浊的水里，潜水区回到岸边也更容易，不至于太过狼狈或危险。2025年5月6日，迪卡马夫妇决定前往虎溪划船，这是一条从基西米湖分岔出去的小水道。他们住在波尔克县一个富裕安宁的社区，退休时之所以选这里，就是因为这里有许多适合老年人的景点。那天上午，他们先开车去逛了几家博物馆，又去巴赫塔花园散了会儿步。这次他们跳过了乐高乐园，几个月前他们已经带孙子孙女去过了，没必要再去，毕竟乐高乐园并不算是迪卡马夫妇的兴趣所在，他们更喜欢安静的出游。午后，他们在一家小餐馆吃了顿迟来的午餐，又顺路去了古董店。辛西亚挑了一只漂亮的古董钟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车后，挨着那艘已经装好的独木舟。下午3点半，他们准时到达虎溪边。这个时候的溪水安静得像一面褐绿色的镜子，偶尔有蜻蜓飞过，带起水面一圈圈微小的涟漪。他们打算像往常一样划上2个小时，聊聊天，晒晒晚霞，为这一天画上完美的句号，再回家，一切都显得再平常不过。他们从一座狭窄而有些摇晃的木栈桥登上小船，推离岸边，独木舟轻轻滑入溪面，随着桨划过水面，发出细微的声响，像某种节奏悠缓的音乐。他们划了大约40分钟，途中停了2次与陌生人攀谈。第一次停下是遇见了一位满脸皱纹、神情安详的退休老渔夫，手里拿着钓竿，正坐在河岸的折叠椅上等于上钩。那人看见他们，微笑着点点头，简单寒暄了几句。第2次停下是遇到了一对来自荷兰的年轻情侣，他们也划着独木舟，青春的笑声在溪面回荡，与傍晚的宁静形成一种奇妙的对比。他们甚至还在一处河岸边看见了2只小短吻鳄，懒洋洋地趴在沙地上，闭着眼睛享受着一天中最后的温暖阳光。那一幕让辛西亚觉得有点好笑，那些小家伙看上去更像笨拙的石雕，而不是危险的捕食者，但他们没看见的是水下更深处的阴影。在那片褐色浑浊的水域里，一只长达11英尺的成年怪物静静潜伏着，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。它隐藏得如此完美，就算他们再怎么警觉，也根本无法提前察觉。独木舟划过溪中央时，船底忽然猛地擦到了某种坚硬的东西。戴夫和辛西亚的第一反应很平常，也许是水下的沉木，也可能是一块较大的石头，但这个念头几乎瞬间破碎。那东西动了，就在独木舟撞到他背部的那一刻，水下的怪物猛然惊醒，像一道棕色的闪电一样剧烈扭动挣扎，掀起一片混乱的水花，小船瞬间被顶翻，2个人连同船一起抛进了水里，落入那浑浊的溪流中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戴夫整个身体没入水中，呛着水本能的挣扎。他很快撑起身体，踉跄着从只到膝盖深的水里站起来，朝着还在拼命吐水、努力起身的辛西亚走过去。然后他们看见了，就在不远处，一道粗壮的爬行动物脊背正缓缓朝他们逼近。下一秒，水面猛然炸裂，那庞大的爬行动物像一道棕色的闪电，血盆大口在阳光下闪着森冷的寒光，目标直指辛西亚。锋利如刀片的齿裂瞬间合拢，直接咬住他的上半身。那一口的咬合力如同工业液压机，伴随着一声让人头皮发麻的脆响，肋骨像玻璃一样当场崩裂，声音尖锐地刺破空气，像烟花炸裂般短促而绝望。辛西亚甚至没能尖叫，只发出一声惊愕的喘息，瞳孔骤然放大，下一秒就被那头短吻鳄猛地拖进水里。
紧接着，他开始了最经典也是最致命的捕杀动作——死亡翻滚。就像人们在纪录片里见过的那样，鳄鱼会咬住猎物，然后疯狂地高速翻滚，借着巨大的扭力把骨头绞断，把肌肉撕裂，直到猎物失去所有抵抗。戴夫眼睁睁看着那头棕色的怪物像一个地狱里的陀螺，在水面上一圈又一圈地翻滚。每当他那粗糙的白色肚皮露出水面时，辛西亚的蓝色上衣和那张惊恐到极点的脸就会短暂地冒出来1秒。他的眼神空洞而绝望，嘴巴似乎张开想要呼救，但还没来得及，就再一次被旋转的水流拽下去。翻滚太快了，快到他根本没机会吸气，快到他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。而一旦被那种咬力牢牢夹住，无论多强壮的人类都没有任何可能挣脱。戴夫崩溃地吼叫着扑了上去，绝望地试图抓住那场噩梦般的旋转木马，想把妻子救出来。他猛地扑到鳄鱼的背上，手指死死扣住那一片粗糙坚硬的鳞甲，想把怪物拉开。可他还没抓稳，鳄鱼突然甩动，像甩掉一只轻飘飘的布偶一样，把他猛地抛飞出去。砰！戴夫重重摔在4英尺外的浅水里，胸口一阵窒息般的疼痛，水涌进鼻腔和喉咙。他猛咳着爬起来，浑身狼狈，肺里像着火一样喘不过气来。可他没有停，几乎是本能的再次扑向那片混乱的水域。这一次，他成功抓住了正在翻滚的鳄鱼背部。结果，连他自己也被卷进了水下那疯狂的旋转。想象一下，一头重达500磅的顶级掠食者，在浑浊的溪流里像螺旋桨一样，以每秒2圈的速度疯狂旋转，水面被搅得一片混沌，泥沙翻腾，气泡炸裂，仿佛世界都在失去方向感。那画面根本不是人类的世界，而是彻头彻尾的噩梦本身。戴夫在水下被拖着打转，耳边只有震耳欲聋的水声和骨骼撕裂的幻听。他的脑袋像要炸裂，肺部的空气疯狂流失，可他依旧死死咬牙，坚持住了整整2圈。光是这点就已经是一个奇迹。可想而知，第2圈结束时，他还是被彻底甩飞了，直接被抛出7英尺远，重重摔在靠近河岸仅2英尺深的水里。戴夫再次爬起来，拼命大口喘气，肋骨因为撞击已经淤青，肺里像被抽空了一样。他完全迷失了方向，但他还是跌跌撞撞地再次走向那头怪物，捂着侧腹拖着自己回去。可那动物显然意识到他没必要再和另一个人类纠缠，因为他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猎物牢牢咬在嘴里。他叼着辛西亚的胸口直接游走了，那粗糙的鳞片和蓝色的上衣一起消失在水面下，在戴夫还没跑到一半的距离前就彻底没入水底。短暂的瞬间里，戴夫只看见他那已经无力的双腿浮出水面，然后跟着他们的掠夺者一起被拖入深处。这一幕惊动了那对荷兰游客和年迈的渔夫。那对年轻情侣跳进水里，半拖着戴夫上岸。他们的独木舟早就被扔在身后，即便只是这么短短几步的涉水，已经让戴夫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一到岸边，双腿就彻底撑不住了，直接瘫倒在地。为了拼命救回妻子，他已经把全身的力气都耗尽。他吐出了呛进肚子的脏水，边呕边失声痛哭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辛西亚没了。他唯一能寄托的希望是，他在那怪物开始吞噬之前，至少已经失去知觉，或者已经死了。渔夫这时已经拨通了紧急救援电话，救援人员很快到达，随行的还有一名专门对付短吻鳄的捕鳄员。找到那头巨鳄并不费劲，他正极具攻击性地守在一个入水口，附近还有2只较小的短吻鳄在徘徊，他们已经闻到了新鲜尸体的味道，正等着分一杯羹。捕鳄员果断射杀了那只巨鳄，并活捉了另外2只较小的，他们没犯错，不该被处死。捕鳄员将他们带去其他地方放生。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辛西亚的遗体，令人意外的还算完整，那头鳄鱼只来得及把它藏好，还没开始真正进食，就被其他觊觎尸体的鳄鱼打断，只好先守住自己的猎物。在鳄鱼袭击事件后，能完整埋葬遇难者的遗体是极其罕见的幸运，而迪卡马家的女儿们和戴夫对此心怀感激。这场悲剧已经够令人心碎了，如果连他的身体最终去了哪里都无法知晓，那种绝望几乎无法承受。戴夫在这场搏斗中折断了2根肋骨，同时因惊吓与过度用力导致严重的身体衰竭。最糟糕的是，他的双手在他拼命抓住那头怪物的过程中，那坚硬如岩石的鳞甲几乎把他的手掌撕成了血肉模糊的碎片。在袭击后的1个半星期里，戴夫的手一直缠着厚厚的绷带，换作任何人的身体都难以承受这种折磨，更别说65岁的老人。这种极端的身心压力完全可能引发心脏病或其他致命的并发症，所以尽管他当时的状况已经算勉强稳定，
医生还是坚持让他在医院多住48小时，全天候监控心脏状况，以防有突发情况。2天后确认生命体征完全平稳，他才得以出院。大夫走出医院后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去了殡仪馆。他在那里待了几分钟，安静地向妻子做最后的告别，然后才等来自爱荷华州的女儿们赶到，让他们也有机会做同样的告别。随着这次袭击，新西亚迪卡马成为了自1948年以来佛罗里达州第450位被鳄鱼拖入死亡深渊的受害者。